男人惊奇地发现，荒无人烟的峡谷对面竟然站着一位美女，尽管相隔千米，那完美的身材依旧如此的引人注目。他本想多看两眼，但美女好像发现了他，绝美的脸庞让男人开始下意识的闪躲，因为有人曾经告诉过他，无论对面发生什么都不要管，更不要试图和对面交流。这里是建在峡谷边上的一处哨塔，而男人是这里新一任的守卫者。可奇怪的是，尽管方圆千里都没有一个人影，但哨塔的旁边却放置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，看起来像是摆设，但又好像在防备着什么。上一任的守卫者告诉他，这里的任务很简单，每天要做的就是检查设备和填充弹药，只要熬过1年，就会有下一任守卫者来接替他。男人很不解，明明来之前上级还告诉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而且来的路上被打了麻醉，但现在他却连任务的目标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难道是防止有人进入峡谷？但随着歌德的讲述，任务的不寻常之处逐渐显现，这个地方竟是2战末期的遗址，由一个神秘联盟管理，就连历任美苏领导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最令人不安的是，他们的真正任务并非阻止外人进入峡谷，而是确保峡谷里的东西不会跑出来。说着，歌德将一个装置扔进了峡谷。片刻之后，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从谷底传来。歌德告诉李维，那些是空心人，在上世纪40年代，曾有2400名骑兵受命清剿，他们却无一人生还。从那以后，任务就变成了永久性的封锁。随后任务交接完成后，李维送走了歌德。歌德步行40公里来到飞行区边缘等待救援。对他来说，这1年的煎熬终于结束了。看到接应的士兵时，内心涌起一阵欣喜。然而就在他报出自己代号的瞬间，士兵无情地将他扔下谷底。随即士兵向高层汇报轮班已结束。转眼间1个月过去了，李维沿着西侧边缘巡逻检查护栏，确认下方的炸药状态以及那些屏蔽卫星信号的大耳朵。每次例行汇报时，对话都像是在和机器人交流，简短而冰冷。直到某天，李维在菜园采摘时，突然听到对岸传来一阵响动。他立即冲向哨台，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对面。他发现对面出现了一个女人，正是执行完暗杀任务的泰勒。按照莫斯科方面的安排，他也要在这里躲避1年，同时执行看守任务。那天深夜，一声惊雷将李维从梦中惊醒，多年养成的条件反射让他立即警觉。等他淡定后，才发现自己刚才打碎了水杯，划伤了右脚。就在这时，他拿起望远镜看向对面，发现泰勒也未入睡。按照规定是禁止与对面的人有交流的，但在泰勒生日这天，他却用枪声吸引了李维的注意。两人开始通过纸条和望远镜交流，展开了一场特殊的隔空对话。正当两人聊得投入时，泰勒突然神色一变，赶忙示意李维往下看。李维立刻用望远镜查看，发现有奇怪的生物在向上攀爬。李维二话不说就开枪还击，随后迅速抄起重型武器，朝着下方的空心人开始疯狂扫射。片刻之后，空心人暂时被击退，可泰勒这边却突然爬上来一个空心人。泰勒迅速将其击退，但掉下去的空心人撞上了炸药，随即飞起来的一块碎片击中了泰勒。但这时一个空心人触碰到了警戒线，片刻时间，四周的加特林全部起火，子弹如雨点般在峡谷中穿梭。直到李维看到对面的泰勒安全出现，他才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由于夜晚的激烈战斗，第二天一早，李维就开始抓紧修复崖壁上的炸药。突然间，一个飞行装置从峡谷深处升起，停在了李维面前。旁边的加特林虽然侦测到目标，却很快收起了枪口。等李维转身的瞬间，那个飞行装置已经消失不见。时光飞逝，很快就到了12月。这段时间里，李维和泰勒每天都保持着隔空交流。然而到了2月的某一天，泰勒突然向李维诉说着他的伤感，表达着多希望李维能在他身边的心意。虽然李维没有立即回应，但他的心已经被这份情谊触动。第二天，李维扣动扳机，将火箭弹带着绳索飞到了对岸。泰勒瞬间明白他的意思，赶紧将绳索牢牢固定在大树上，随后重返哨塔，看到李维举着一块木板，上面写着今晚可以共进晚餐吗？泰勒心跳不由得加快。接着李维顺利来到对岸，泰勒欣喜地跑上前来，两人坐在哨台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，俩人就这样开心地度过了一晚。泰勒告诉李维，他想自己的父亲了，因为他曾说过会在情人节这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如果非常的想，他就看看天上的猎户座，他会化作猎户座最亮的那颗星，永远陪伴着我。第二天，两人表达完爱意后，李维准备返回，结果在中途意外发生，李维的绳索突然断裂，掉入了谷底。泰勒见状也紧随其后，最终落入一条河流。与此同时，李维看到一只巨大的虫子正朝自己走来，他赶紧用武器将其击倒，随后割断绳子落地。但李维在落地时，一个奇怪的东西就准备将李维吞噬。这时泰勒急忙赶到将其救下。随后两人刚走了没几步，一个骑马的空心人突然冲出，把两人撞倒。那家伙从马背上一跃而下，将泰勒扑倒在地，但他迅速反客为主，用步枪结束了空心人的生命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空心人出现纠缠李维，李维也成功将其枪毙。随后当李维蹲下仔细检查时，
发现了这些空心人身上穿的都是1940年代的军服，按理说他们早该化为白骨，可这里却还能找到他们的军装。就这样，他们带着疑惑来到了一片建筑区，建筑物上爬满了恐怖的藤蔓。随后两人躲进了附近的一座教堂。就在泰勒抬头查看教堂屋顶时，无数由人头骨组成的怪物如潮水般向他们发起疯狂进攻。泰勒当机立断，用炸药炸开一条逃生通道。两人向前奔跑了一段距离后，终于到达了峡谷围墙。很快，李维发现了一盘录像带，随后他们播放了录像带，真相这才浮出水面。原来，在1946年，美苏联盟研发出了毁灭性的生物导弹，但是几天前这里遭遇了8.1级大地震，导致设施严重损坏，生化武器泄漏。峡谷中的各种生物基因开始融合，变成了怪物。随后，一个名为黑狐的准军事组织接管了这里。他们继续开发生化武器，并利用无人机收集混种样本，妄图打造超级士兵。这才是这里最大的秘密。他们两人被派来执行任务，实际上就是为了守护这个可怕的秘密。接着，李维打开了一个名为“流浪狗”的文件，发现这是峡谷的自毁程序，热辐射安全区域将达到4.2公里。两人决定立即返回出口逃生，但在离开前，李维向泰勒倾诉心声：“如果我们逃不出去，我也死而无憾，因为遇见了你。”泰勒回应道：“我们相遇的来之不易，接下来更要全力以赴。”然而，当他们到达门口时，却发现此前放下的背包不见了。李维很快意识到这些空心人会战术，泰勒抛出2个烟雾弹掩护，但还是中了空心人的圈套。泰勒的腿被套索缠住，一匹快马拖着他向远处狂奔。李维立即追了上去，很快李维追上后一枪打爆了空心人的身体。紧接着，李维蹲下身检查空心人的衣物，发现这竟是肖尔，是第一位看守西塔的士兵。空心人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。此时的他们正身处一个导弹发射景象，要想出去只能往上爬。两人步行片刻后，又看到了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，这些变异的生物全部都连在一起，他们不断发出吼叫，好像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两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这片区域，结果快到出口时却不慎踩到了什么东西，瞬间所有生物被唤醒，藤蔓的触须紧紧缠住李维。泰勒直接引爆了他们。随后两人爬到地面，找到了一辆军用车，他们发现这辆车配备了用于攀爬的胶轮机，可以顺着铁索爬上峡谷。说完，开上车，全速冲向钢索位置。车子顺着钢索开始向上攀爬，但越来越多的空心人发现了他们。李维和泰勒奋力反击，但此时他们的弹药已经告罄。就在这时，李维打破了车后的油箱，然后点燃一根信号棒扔了下去，火焰瞬间升腾而起，将攀爬的空心人尽数吞噬。两人当机立断砍断了钢索，车子急速下坠。在剧烈的爆炸中，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群可怕的追兵。回到地面后，两人决定炸毁这个峡谷，然后远走高飞。第二天，李维和泰勒各自开始布置行动。突然，远处传来直升机的轰鸣。李维看到机身上的黑狐标志，立即大喊着让泰勒逃命。高层带人赶到哨塔，却发现李维已经不见踪影。他立即派出装备精良的4旋翼无人机追杀2人，但也被李维直接干掉。找准最佳位置后，他又用狙击枪干掉了另一架，还有2架在追击泰勒，但他的狙击技术更胜一筹，轻松就解决了剩下的危险，好像只是一场例行训练。随后两人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。泰勒架好狙击枪，透过瞄准镜看到了站在哨塔上的高层，但他并没有开枪，因为他和李维的真正目标是那些大耳朵。只要一个大耳朵爆炸，通过他们之前铺设的线，其他的大耳朵也会连锁引爆。果然，警报声随即响起，失去了大耳朵的屏幕，峡谷将暴露在卫星下，流浪狗计划就会自动启动。高层他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逃。泰勒和李维已经撤离到靠近安全线的位置。核弹爆炸的瞬间，峡谷内的一切在顷刻间化为灰烬，高层的直升机也被冲击波吞灭，而李维腿部受伤，最终被冲击波波及后掉进了水中。两人曾约定，如果都能活下来，就在西岛重逢。泰勒等了很久，却始终没等到李维的消息。直到4月，他在当地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。某天端菜时，他惊喜地发现对面坐着的正是许久未见的李维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收看港风港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